Hello，巨蟹座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轩。今天这个影片呢，是要给巨蟹座的朋友们的双周能量运势牌卡解读。在进入我们今天的能量运势牌卡解读之前呢，一样呢要来分享新鲜事。然后呢，仙女又要来过生日啦！今年呢一年一度的全球生日派对又要热情展开啦，所以呢，诚挚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怎么参加呢？很简单，我们8月30号台湾台北晚上8点整的时间呢，我们会在 YouTube 的这个平台来进行这个直播，然后呢，我也有准备了生日礼物要来送给大家，所以如果你希望能够来参加抽奖，或者是来写一张明信片为我加油打气的话呢，就很适合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哦。请你呢第一先订阅我们工作坊电子报，第二就像我说的，写一张明信片来到我的邮政信箱，就可以参加我们的抽奖活动啦。OK 好，其他呢详细的资讯呢，其实我不想太占据大家这个双周能量运势牌卡解读时间，请大家呢详细的活动参加办法到影片下方的资讯栏通通都有。OK， 那我们明信片呢，截止日是在8月28号。那8月30号台湾台北晚上8点整就会在 YouTube 来进行这个生日派对的直播，好吗？好，以上报告完毕，就准备进入到这个巨蟹座这一次的双周能量运势牌卡解读的开场讯息啊。首先呢，我个人会感觉呢，这2到3周巨蟹座的朋友们呢，可能会有一些突发的事件呢，会非常考验你的灵机应变的这个反应，或者是回复的这个方式。例如说，假设啦，公司可能突然有一些客户上面的状况，非常需要你做一个即刻救援，或者是哪个同事突然临时有事了，所以你可能要去衔接他的位置所以呢，这2到3周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变动的这种状况，但是要互相支援呢，可能在巨蟹座身上比较容易看到 ，OK 或者是要找人替补也是有可能，因为我感觉那边有个洞，我不知道是为什么要去替补那个洞 ，OK， 或者是这边可能有个什么状况，所以要去补那个洞，好吧 ？OK 好，第二个要给巨蟹座的开场讯息是呢，这2到3周呢。我感觉这个巨蟹座的朋友们特别喜欢吃夹心饼干就是那种2片薄薄的饼干，中间有夹，比如说什么奶油馅或者是比如说什么东西像那种牛轧糖中间也会有夹一层那个就是白白的那种那个内馅所以你最近很喜欢吃夹心饼干然后呢，我觉得吃了这个夹心饼干口味口味是没什么太大限制，但是我感觉小众的巨蟹座的朋友们特别喜欢吃柠檬口味的夹心饼干，这个呢会让你整个人心情跟情绪变得很好。所以呢，我个人是觉得说适可而止没有关系啦，吃一点饼干不会发胖不用担心巨蟹座的朋友们。OK 第3个呢，要来告诉巨蟹座的朋友们是呢，我感觉这2到3周你特别适合这种。这叫什么绿呢？我看一下这些图有没有这种绿，就是呢，你的绿呢，你最近很适合这种蓝蓝绿绿的颜色就是有点带蓝，有点带绿，特别是像这种类似这种颜色的这种水晶呢，特别适合你，好吧 ？OK 那呢，你可以自己从这个服装配件饰品或者是指甲油的颜色，都可以自行灵活做一个搭配。那我们就准备来进入到你这一次的双周能量运势牌卡解读。首先呢，这2到3周你的挑战牌卡是宝剑3。这3种能量牌卡分别是过去、现在、未来的能量场，在我手中，你目前看到可能会迎来事件是圣杯7。那呢，我们这张没有翻过来的牌卡是天使跟宇宙要给你额外的补充讯息 ，OK 然后呢，我们等一下呢，再来告诉你，最后进行一个揭露，好不好？那请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去感受你能量场上面的呈现跟细节 ，OK 好。对不起我刚刚这个是讲圣杯7是吧？这是圣杯9没关系，新来的朋友们，你可能对我不是很了解我不是很 care 这牌面上到底是什么样的牌阵或牌意，我会按照自己对于能量场上面的感知，还有天使跟宇宙的能量场这个指引来为你们做一个解牌 ，OK 请稍后因为刚刚他们提醒我说，你这个可能会有人问说，这个好像不是圣杯7所以他们叫我说明一下 ，OK 那顺便告诉新朋友一下 ，OK 好 ，OK 好，我觉得你的故事蛮明朗也简单的，但是呢，简单一句话就是麻烦请稍微撑过这一段时间，hang in there，OK 是不是呢？我觉得这2到3周呢，可能会蛮容易遇到一些不是很顺心的事情，所以巨蟹座的朋友非常考验你的耐心跟毅力，还有恒心 ，OK 还有你对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保有这个热情我们一起来看看。首先，这张宝剑3是你的挑战牌卡，我把它放在现阶段的这个能量场在过去的状况当中，你抽到是吊人牌，还有权杖10，然后还有圣杯1。我个人
人会感觉呢，在过去跟你交手的一个相关状况、人数、事件、梦想或目标呢，我觉得你是承担着责任的，但是你的热情也稍微有点被耗尽哈，因为这个圣杯一，你看哈，它是有点垂头丧气的，把这个热情啊，好像都溢出到这个杯子里面来了。那还有一件事情是，这边有一个吊人牌，变成是说呢，这一份责任或者是这一个比如说跟你交手这个相关状况人数呢，可能因为某种因素，你也不得不困在现在的现状，或者是必须要负起这份责任，或者是必须暂时待在这个情境里。所以这个状况当中呢，让你会有一种热情内耗的感觉之外呢，来到现阶段的能量场，你抽到的是魔术师、宝剑国王，还有圣杯三。OK 哈，这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是，我会觉得来到现阶段这个能量场之后呢，你会有一点觉得说，我想要用尽所有的力量，把这件事情来做一个切割、整合或整理或修正或沟通或协调。OK， 因为每个人状况不太一样，但是这个宝剑国王给我很明显就是说，这件事情啊，好像不能再用这种方式来进行，所以我想要用尽我各种资源，或者是想尽办法来处理它。因为这个圣杯三呢，其实已经快要倒掉了，象征就是说，有点像是你自己也看到哦，这个状况并不是很明朗，但是不处理啊，就有点像是放着它烂哈，或者是让它没有更好的一个发展。所以我觉得这2到3中呢，这张牌卡是宝剑三，也就是你的挑战牌卡。我觉得这可能会把一些就是我们不想看见的或视而不见的，或者是不得不面对的，在这2到3周可能要处理一下。但是我觉得这个处理是好的，因为这个宝剑三加宝剑国王象征的是宝剑四，就是你不想要再坐视不管了。OK， 我应该要起身去为这件事情好好的去做一个处理，或者是优化，或者是能够让它能够变得越来越好啊。所以这个宝剑9呢，还有这个权杖侍者以及这个宝剑5啊，让我有一种感觉哈，就是你们2个人各拿2支宝剑5，其实相对的是宝剑10，就是说你不轻松，对方也没有乐得很得意，类似像这样。所以我觉得来到这里准备要去处理这件事情或沟通商量的时候呢，我会觉得你会有很多心思哈，当然会受到这个交手相关状况人事物影响，但是你宁可能够希望能够突破，有一个突破重围的契机，也不要我们2个人一直深陷在这种很不健康的状态，或者是不是很理想的合作模式，甚至是一个可能会影响就是你们2个情绪的这种感情关系哈，所以呢，在未来你目前看不到可能会迎来事件是圣杯9，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叫我特别拿起来要解释一下哈。来1、2、3、4、5、6、7、8、9哈，圣杯9哈，可以数一下给你看。对不起，我刚刚是口误哈。为什么呢？因为这件事情必须经历过这些之后，才会来到你一个满意的境界。圣杯9象征的是满意的境界，这边还有一个太阳，还有太阳花在这边，象征的意思是说你是没有办法逃避、不去理会，或者是不去统整这一个跟你交手相关状况人事物的。所以呢，我个人你看到我在准备要洗你的宇宙验证牌卡，那个牌是很锐利的，所以象征的意思说这件事情啊，你是绝对不可能逃避的，你是绝对不可能就是有点像是坐以待毙的方式，让这件事情呢，在这种有点像是说无限延伸到天边的感觉啦，就是你不能再放在那边坐视不管了。OK 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抽这个宇宙验证牌卡。那宇宙验证牌卡，我会建议你不管是新朋友或老朋友都来看一下，因为宇宙验证牌卡呢会来验证更多我刚刚所说的细节，甚至会有重复的牌卡来提醒我们巨蟹座的朋友们，你的重复牌卡已经出现了，我等一下给你看哈。来，首先呢，在过去的状况当中呢，你抽到这个是圣杯4哈，这个圣杯4呢，其实有点像是这样子，我觉得跟你交手这个相关状况、人事物、事件、梦想或目标哈，不管是你递出圣杯或他递出圣杯都可以，但是我觉得你们好像双方之间都不觉得对方提出的这个叫诚意，这个叫解决方法，这个叫做我想要的。OK， 所以导致于呢，这个圣杯不管是你递给他，他递给你，你们2个呢都并不是很满意哈。那这个圣杯4加圣杯1象征的是圣杯5，就是你已经开始感觉到传统的圣杯5是3个圣杯倒下了，就像我刚刚讲的，你已经看见这个情势要从过去走到现在，这3个圣杯要倒下，所以我才会特别告诉你，圣杯3不一定就是按照传统的牌意，不一定都是不是说不一定都是好的面向，但是我会按照能量场跟你解释。所以你看我刚刚有说你必须要困在这个状况当中嘛，这就是这3个圣杯就是我们现阶段是的确要去进行的，但是当这个人把圣杯递给你的时候，组合成圣杯5的时候，你也知道说再这样下去我可能也支撑不了，对方可能也承受不住。所以呢，我个人会感觉某部分的巨蟹座的朋友们，你们要去思考一件事情，为什么这个东西呢没有办法磨合，或这个东西好像进展不顺利，这段关系怎么好像谈不拢？我个人会感觉你们有点像是鸡同鸭讲，所以有可能你们要把鸡同鸭讲，就是对方怎么不明白为什么他要误会我啦这个东西我觉得非常有可能是你们在定这个圣杯的时候有一点像是为责任而递，或者是为做事而做，或者是为应该要怎么做我就怎么样去做这样子，所以好像没有考量到2个人彼此内心的这个想法啦、感受啦、需求啦，或者是比如说你们2个人内心真正想要去沟通的部分，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已经
经在过去能量场呈现出来。那来到现阶段能量场，你抽到这张牌卡非常有趣哈，你看这个人啊，连睡觉哈，那睡觉都很害怕哈。你看哦，这边呢是一个像是这叫什么神父嘛，我们就这样叫他，好不好哈？这张牌卡呢，我告诉你哈。我觉得你之所以为什么困在这里哈，某部分人是因为婚姻关系困住，有的人是因为合约，有的人是因为你心中有一些我觉得可能过时了，不再适合你的一些信念。例如说，你妈妈说哈，你结了婚就不可以离婚，离婚就是不好哈，这样会什么家里反正就是说结婚就是一辈子的事啊哈，就老人家可能都会这样认为。可是这个婚姻可能就是已经有点像是名存实亡哈，类似像这样子 OK。所以呢，这个东西啊压着你啊，在睡觉的时候你都会想说，哎呀，不行不行，这样子的念头一直压着我，我不可以做这件事情。所以我总觉得哈，我刚刚是举一个例哈，这样我觉得大家比较容易理解。所以这样子的状态当中呢，我个人会感觉这个你可能想要突破的婚约啊、合约啦，或者是一些信念上面的这些教条啊，搞得你晚上也睡不着觉。而且哦，这个哈，你如果没有按照这样子哈，你是会被别人指指点点的。所以这个东西也有可能是你内在存在的一个压力的主因哈。所以呢，来到你的挑战牌卡宝剑3，你的验证牌卡呢，分别是这一个，你注意看到，这个是一个审判跟宝剑9。这个宝剑9啊，其实在你未来这个能量场，宝剑9已经出现了，所以我才会说，这就是为什么你会睡不好啊，你在床上彻夜难眠啊，想也想不出一个解决方法啊。但是呢，你又希望呢能够得到一个公平的对待或审判，就是我的想法也很重要啊，哈，我离婚又不是因为我爱离，可能就我们两个真的处不来嘛，哈。所以呢，我个人会感觉，你看到后面还有很多人在监视你，所以我才会说啊，你自己心中有一把尺，可是这些人啊，会给你一种无形的压迫感，或者是压力，或者是一种道德上面的这种我觉得重担，好不好 ？OK 哈。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呢，你内心很受伤，然后脑袋又胡思乱想，然后又想要为自己去找出一个能够处理这件事情的一个平衡的解决方法，或者是双赢的这种方式。我觉得这是你这2到3周比较不顺心的地方，你会去比较琢磨在这个地方去思考。所以在未来这个状况当中呢，你抽到这2张牌卡是非常有趣的哈。这个是一个权杖女王，权杖女王手上拿着3个这个蜡烛点燃，象征的意思是你已经决定好想要朝向一个新的方向。所以我个人会感觉这是你目前的现状之后呢，来到这是过去的现状了哈。但是我的意思说，你心里有呈现这样的状态，这个好像有一个像事实，这个是你内在正要准备的一个决定。来到这里，我觉得是实际行动的这个过程了哈。所以这一台车啊，这个车门已经打开了，你要不要跟这个权杖女王朝向一个新的方向？不管你是要走要留，或要有新的沟通模式跟方法，我觉得来到这里呢，应该就会来到一个正式交锋的一个阶段。所以呢，我们来看看最后天使跟宇宙有什么样额外的讯息提供给我们这个巨蟹座的朋友们哈。我个人跟巨蟹座的朋友们讲一下哈，我会觉得你这个东西是不能逃避的，你只要来这边处理之后，会走到这个圣杯9的状态。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看哈，你最后你看嘛，最后这张牌卡就是战车牌卡，象征的就是你一定要去行动了 ，OK 哈。这个呢，我告诉你哦，你看到你都抽到2台车了，象征的意思就是说刻不容缓，即刻行动，你呢不能坐视不理啊 ，OK 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就像我讲的哈，这些验证牌卡就是来告诉你，真的没有办法逃避，你要准备坐上这个马车去驾驭你这一台这个马车之外呢，我会有一种感受哈。你其实站上去这个马车上面之后，你才可以驾驭整个状况，你才可以驾驭或者是想要朝向你要去的方向，所以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这张牌卡其实我没什么好跟你解释的。你想要改变你的人生啊，你得要先去驾驭周遭这些，或者是去调整这些你觉得你不想要这样子的一个模式跟状态，好吗？巨蟹座的朋友们 ，OK 哈，好了，那以上这个就是一个给巨蟹座的朋友们这一次的双周能量运势牌卡解读啦。非常感谢你来收看我的影片，那也记得要来参加我的全球生日派对，好不好？台湾台北啊，8月30号晚上8点，我们会在 YouTube 直播平台，那请记得订阅电子报，还有寄明信片到我的这个邮政信箱呢，就可以来参加我的抽奖活动。那详细资讯都在影片下方的资讯栏，欢迎你来参加。也谢谢巨蟹座的朋友们，也希望你这2到3周经历过这一番的这个我这样子讲哈，那个调整啊、磨磨合合啊、冲冲撞撞之后呢，希望你可以顺利走到你想要去的地方。OK， 祝福你，谢谢巨蟹座的朋友们，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